娘，那个漂亮娘娘是谁啊？”胧月这一句话像是一把生锈的锉刀，来回磨着两个女人的心。甄嬛那是亲妈，怀胎10月受尽苦楚，可孩子不认她；静妃那是奶妈，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孩子离不开她。这到底是血浓于水，还是养育之恩大于天？咱们这辈子带孙子处邻里的那些个窝心事儿，全在这2位娘娘的眼泪里抛着呢。您各位且往那永寿宫的金砖地上瞧，那儿正升腾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冷烟儿。话说这甄嬛离了凌云峰，那是踩着刀尖儿，顶着满城的风雨，硬生生把这熹妃的名头给夺了回来。这排场是大，这金册是重，可甄嬛这心里头最惦念的那块肉，打一进宫门就没放下过。这当娘的在深山老林里受苦受难，听着外头的风声雨声，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不就是那个临行前还没足月，连亲娘模样都没记全的胧月吗？这阔别3年，那是千山万水，那是日思夜想，可真到了这面对面的时候，这戏可就由不得您按着常理出牌了。咱们且看那永寿宫的大殿里，静妃领着胧月，那步子挪得极慢，仿佛那脚底下的砖缝里都生了钩子。静妃那双手打一出门就没松开过胧月的小胳膊，手心里全是冷汗，湿哒哒的，那是心虚，也是舍不得。他那眼神儿，哪像是个执掌后宫的妃主子，倒像是个护犊子的老母鸡，看谁都像要来抢他窝里那颗独苗的。甄嬛呢？这大殿里焚着最高等的苏合香，烟雾缭绕的，他就坐在那儿，那一身类金丝的吉服晃得人眼晕，可他那身板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手指头抠着那扶手上的龙凤纹路，指甲盖都泛了白。您说这是接孩子吗？这分明是2个不同阵营的顶级高管在谈一场涉及几十亿核心资产的划转，谁的心里都在打鼓，谁的眼里都藏着刀子。这第一眼呐，就是咱们说的职场空降兵撞上了地头蛇。甄嬛还没开口，眼泪先在眼眶里打转，那是一种母性的本能，是血浓于水的牵引。她猛地站起身，那一身环佩叮当作响，像是一场急促的鼓点，直逼那静妃和胧月而去。可您瞧那小胧月，这孩子被静妃养得极好，圆滚滚的脸蛋，大眼睛乌溜溜的，透着一股子灵气，可那灵气里头偏偏带着一分让甄嬛心惊肉跳的生分。这孩子往静妃身后那么一缩，那小手死死攥着静妃的衣角，那眼神儿就像看一个头一回进门的远方穷亲戚，带着防备，带着疏离，还有一分说不出的嫌弃。这一缩可了不得，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稳准狠地抽在了甄嬛这个亲生母亲的脸上。这孩子哪懂得什么生母养母，在他的世界里，那个给他喂饭、哄他睡觉、夜里帮他掖被角的人，才是这天底下唯一的娘。这就像是咱们现实生活里，那当爹妈的为了挣钱，把孩子扔给爷爷奶奶带，等过几年事业有成了，开着大车回来想接孩子，结果孩子冲你吐唾沫，躲在奶奶怀里哭得撕心裂肺。您说您冤不冤？您说您委不冤？可在职场里，这就是最残酷的信息差和先占权。甄嬛离岗3年，哪怕她以前是这个部门的创始功臣，可现在这部门的规章制度、人情往来，甚至连这饮水机搁哪儿，全都是静妃说了算。静妃就是那个默默耕耘3年的老员工，她把这块荒地开成了良田。您现在凭着一张调令就要回来收割，这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静妃这会儿开口了，声音细细的，带着一种假装出来的客气和掩饰不住的战栗。她说：“胧月，快，这就是你常听额娘提起的熹娘娘，快去请安。”您各位听听，这词儿嚼碎了有毒啊！熹娘娘不是亲娘，更不是额娘，这一声称呼
直接就把甄嬛定格在了一个远房长辈的位置上。静妃这是在宣示主权呐，她是在告诉胧月，也在告诉甄嬛，这宫里只有一个额娘，那就是我。这就像职场里那些个心机深厚的中层，面上领着新领导去熟悉业务，嘴里却说着这是总部派来的专家，大家客气点，一句话就把这新领导架空成了个摆设。甄嬛那是什么人？那是从血水里爬出来的。她听出了这弦外之音，可她的心呐碎了一地。她蹲下身，尽量让自己显得慈祥，伸出手想摸摸胧月的小脸，嘴里唤着胧月，让额娘抱抱。那一刻，大殿里的空气都凝固了，连掉根针都能听见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只伸出去的手，那是权力的试探，也是情感的肉搏。可那小胧月呢？她哇的一声就哭了，那是真哭，哭得惊天动地，一边哭一边往静妃怀里钻，嘴里喊着：我不要她，我不要这个娘娘，我要额娘，我要回咸福宫。这一声喊，那是把甄嬛最后的尊严都给喊没了。甄嬛那手就那么僵在半空中，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像是一件无人认领的破烂货。您瞧那静妃这会儿表现的可真是通情达理，她赶紧搂住胧月，嘴里叠声哄着，眼里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由于胜利而带来的快感。那是小人物在面对权势威压时，靠着那点微末的情感优势，赢了一局后的如释重负。他嘴上说着孩子还小，怕生，熹妃娘娘莫见怪，可那眼神分明在说，瞧见了吗？这孩子是我的，你抢不走，哪怕你权倾后宫，你也买不来这孩子的一颗心。这场戏的妙处就在于这种冷暴力的权力交接。在场的老嬷嬷、小丫鬟，哪一个不是人精？大家伙儿都看明白了，这位回宫的熹妃娘娘头一仗就败了，而且败给了一个3岁大的奶娃娃。这在职场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核心技术，你的品牌资产早就被人给平移了。你想拿回股权，行，除非你把这家公司给拆了，可你要是拆了公司，那孩子也就毁了。这就是静妃给甄嬛设下的第一个局，一个用温情脉脉的亲情编织成的，让甄嬛动弹不得的软枷锁。这时候的甄嬛心里除了疼，还有一种深深的后怕。她终于意识到，这后宫的敌手不光是那个坐在景仁宫里一脸阴鸷的皇后，还有这些个昔日里并肩作战、看似老实巴交的老实人。这种窝里横的暗战，比那明火执仗的算计更让人寒心。就像咱们在单位防着对头，那是本能，可哪想到最后捅你一刀的，竟然是那个天天帮你领报纸、帮你接水的老搭档。他掐准了你的命门，他知道你舍不得孩子受罪，所以他就用这孩子当挡箭牌，当成了他在这职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肉防空洞。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各位报的头一个猛料。在这深宫大院，甚至在咱们现如今的人情社会，所谓的老实人一旦起了自私的念头，那杀伤力才是最恐怖的。静妃以前没宠爱，没家世，像个影子一样活在华妃和皇后的夹缝里。可自从有了胧月，她就像是枯木逢春，又像是赌徒手里攥住了最后的一张王牌。她为了守住这张牌，那是能把良心都豁出去的。而胧月这个小小年纪就得在两个妈中间选边站的孩子，其实从这一刻起，他的童年就结束了。他得学会看脸色，得学会变风向，得学会用自己的哭声和闹腾去平衡这两个女人的权力天平。您说，这难道不比那些个职场教材还要写实？咱们看到的哪是母女重逢，这分明是一场关于谁是法人代表的确权诉讼。甄嬛在那儿坐了好久，直到静妃领着胧月走远了，那哭声还在大殿回荡，
他才缓缓收回了那只已经冰凉的手。他没哭，也没发火，只是拿起那杯早就凉透了的茶，抿了一口。那苦涩的味道顺着嗓子眼下去，一直苦到了心里头。他在这一刻真正明白了，回宫的路不是那红地毯铺就的，而是这满地的荆棘，每一根都扎在最疼的地方。您说这事儿悬不悬？这仅仅是个开始，咱们且不说往后静妃怎么去皇后那儿捅娄子，单说这第一面，就让甄嬛意识到，想要这个女儿，她得拿出的筹码，可能远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这职场的补位，不是你坐回那个位子就算赢，你得让底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更得让那个早就成了别人心腹的继承人重新认你这个祖宗。这场关于血缘、关于占有、关于背叛的暗战，已经在永寿宫那股子苏合香里悄悄地埋下了惊天动地的伏笔。您各位且听我这一问，这会儿要是换做您，是甄嬛，您是打算硬抢，还是打算跟这静妃彻底撕破脸？又或者是您有别的什么更高明的招数，能让这孩子乖乖转过头来叫您一声妈？且说那永寿宫里的一盏残茶，早就放得冰凉透骨，甄嬛那只悬在半空的手收回来的时候，指缝里都透着冷气。可您各位调转目光，随我往那咸福宫的方向瞧瞧。这夜深人静，宫墙根底下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像是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窥视。静妃领着胧月回了自家院子，那门栓咔嗒一声落下，她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算勉强落回了肚子里。这回了自家地盘，静妃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她没喝水，没卸妆，甚至顾不上揉揉跪酸了的腿，她第一件事就是把胧月死死搂在怀里，那劲道大的像是怕这孩子化成一缕烟儿给飞了。这哪是当娘的疼孩子啊，这分明是守着万贯家财的守财奴，生怕那真正的债主上门讨债。这咸福宫里的长明灯心字跳动着，映在静妃那张平素温婉的脸上，生生透出一股子凄厉来。静妃在这宫里守了多少年活寡，在那华妃底下的日子，她就是个出气筒，是个没嘴的葫芦，连这宫里的砖头缝都比她有存在感。可自打有了胧月，她这脊梁骨才算硬气了，她这咸福宫才有了烟火气。现在甄嬛这个正主回来了，还带着皇上的万千宠爱，带着那晃眼的熹妃金册。静妃心里明白，论情分，自己是替人看孩子的保姆；论名分，自己是代为照管的临时工。可人呐，最怕的就是这临时二字变成了习惯，习惯了这孩子的软糯，习惯了那一声声清脆的额娘。这会儿静妃脑子里转的不是姐妹情，而是职场上最阴冷的一招——信息屏障。她要给胧月筑起一道看不见的墙。您瞧，静妃拉着胧月的小手，坐在那楠木大床上，声音放得极轻，却透着一股子蛊惑的味道。她摩挲着胧月细嫩的后颈，状似无意的问了一句：“月儿，刚才那个漂亮娘娘，你喜欢吗？”胧月到底是孩子，歪着头想了想，刚要张嘴，静妃那眼神就沉了下去。她没等孩子回答，紧接着就叹了口气，悠悠的说道：“那位娘娘虽然生得美，可心肠冷着呢。你看她回宫带了那么多奇珍异宝，给了这个给了那个，偏生就忘了咱们胧月最喜欢的九连环，那是为什么呀？因为她心里装着大事，装着皇上的恩宠，哪还顾得上你这个离了眼的孩子呀？您各位听听，这叫什么？这在职场里就是典型的高级拉踩。他不明着说新上司不好，他只说新上司没把你放在心上。他利用这种被忽视感，生生的在孩子那张白纸一样的心灵上抹了一道黑灰。静妃这仗打得精啊，他知道孩子最怕什么，怕被抛弃，怕不被爱。他这每一句话都像是沾了毒的绣花针，
细细密密地往甄嬛的人设上扎。他告诉胧月，这位熹娘娘以前为什么走，那是为了去修行，为了自己得道，把还没满月的你丢在冰冷的碎玉轩。他现在为什么回来，那是为了跟别的娘娘争宠，你不过是他用来讨好皇上的一个工具。您说，一个3岁的孩子，他懂什么政治博弈？他只知道，眼前这个搂着他，身上有他熟悉香味的女人，才是他的避风港。而那个漂亮的不像话，一见面就要抱他的娘娘，是个危险的入侵者。这就好比咱们在单位里，老员工带新人，新人还没进门呢，老员工先在私底下跟大伙嘀咕，这新来的可是个狠角色，当年为了爬上去，连亲生骨肉都能舍，咱们往后可得留点神，别被他卖了还帮着数钱。这一套先入为主的职场排挤，被静妃玩的那是炉火纯青。长夜漫漫，静妃那一整夜都没合眼。她听着胧月均匀的呼吸声，心里头那个领地亦是像是疯长的野草。她开始在细节上做文章，把咸福宫里所有跟甄嬛有关的东西，哪怕是一方帕子、一个香囊，全给不着痕迹的换了。她要让胧月的世界里彻底抹掉生母的痕迹。这种物理隔离加上心理诱导，是职场中最隐秘的洗脑。他甚至开始教胧月一些所谓的规矩，比如见到新娘娘要恭敬，但不能亲近；要回话，但不能多话。这种恭而远之的教导，实际上是在孩子心里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你说这静妃坏吗？她也是被逼到绝路上的可怜人。在那深宫里，没宠爱可以活，没家世可以熬，可要是没了这唯一的寄托，那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他这不是在争孩子，他是在争自己活下去的权利，是在打一场赌上余生的资产保卫战。这时候，您各位得咂摸一下这其中的职场智慧。静妃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去皇上面前哭诉，更没有跟甄嬛撕破脸，她采取的是蚕食策略。她利用自己近水楼台的优势，每天给孩子灌输一点点敌意，每天给孩子增加一点点依赖。这种慢火炖青蛙的手段，让甄嬛在那边急得抓心挠肝，却找不到发火的由头。甄嬛送来的燕窝，静妃会当着孩子的面说，这太贵重了，怕是咱们这儿的小身板消受不起。甄嬛送来的锦缎，她会说，这颜色太红火，那是熹娘娘喜欢的，咱们月儿还是穿旧衣服舒服。这种软钉子扎得甄嬛满手是血，还得强颜欢笑。这就是职场里的地头蛇，他不需要比你更有权，他只需要比你更了解基层的业务逻辑，就能让你这个空降兵寸步难行。静妃的这番操作，其实是有一种极度的自卑在里头。他太怕了。他怕甄嬛那张倾国倾城的脸，怕甄嬛在皇上心里的分量，更怕那血浓于水的本能。所以他只能把胧月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许外人染指半分。在这场暗战里，静妃已经完全丧失了往日的理智，她甚至开始在心里盘算，如果这孩子真的被抢走了，她是不是得找个由头，把这盘棋彻底搅烂。这种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好过的孤注一掷，其实已经为后来的告发们埋下了雷。您各位瞧瞧，这就是人性的幽微处，最温暖的母爱背后，往往藏着最冷酷的占有欲。在那咸福宫的小小天地里，静妃正用她那双常年枯坐冷宫的手，编织着一张严丝合缝的网，要把胧月永远困在里面，也把自己困在里面。这世间的亲情，一旦掺杂了算计，那就变了味儿了。可在这后宫，哪有不掺杂算计的纯粹呢？静妃看着睡梦中的胧月，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那泪里头有委屈，有不甘，更多的是一种变态般的执着。她自言自语着，月儿，别怪额娘狠心，额娘只有你了，要是你走了，这长夜漫漫，
你让额娘怎么熬啊？这一句话道尽了深宫女人的悲凉，也暴露了她那自私到骨子里的母爱。她不仅要孩子的身子留在咸福宫，她还要孩子的心永远不向那个叫甄嬛的女人开启。讲到这儿，您各位可能要问了，这甄嬛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一点招都没有？别急，甄嬛是什么段位？那是千年的狐狸成了精。可这会儿，她确实是被这种软刀子杀人的阵仗给唬住了。这就像是你在外面打拼多年，回来发现你的亲骨肉对你比对路人还冷淡，你那满腔的热情，满屋子的赏赐，全成了讽刺。而静妃呢，她正躲在咸福宫那重重的垂幔后头，像是一只窥伺着猎物的蜘蛛，随时准备为了守护自己的蛛网，给那个入侵者致命的一击。这场领地保卫战已经从最初的尴尬初见，演变成了这种不见硝烟的心理绞杀，每一步都踩在对方的痛脚上。静妃的这一连串动作，那是把职场防御学发挥到了极致。她不求立功，只求固守。而这孩子就在这大人的推拉之间，成了这宫里最会看人脸色的神童。这接下来的戏，要是静妃真的为了留住孩子，去跟皇后联手，去那阴沟里翻船，这事儿又该怎么收场？且说那咸福宫里的长明灯晃晃悠悠，照着静妃那张因执念而略显狰狞的脸，也照出了这深宫里最见不得光的私欲。可这天底下哪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是在这人精扎堆、眼线比头发丝儿还密的紫禁城里。就在甄嬛为了亲骨肉的疏离而暗自垂泪，静妃为了守住那点领地资产而机关算计的时候，有一个人正揣着袖子猫在御花园那影影绰绰的山石后头，那一双由于见惯了生死而变得浑浊却极准的慧眼，早就把这两位娘娘的心肝肺都给瞧了个通透。这位是谁啊？正是那位在皇上跟前伺候了几十年，连皇上打个喷嚏都能猜出是哪阵风吹的苏培盛，苏大总管。话说这苏培盛在这后宫里那就是个活雷达，他走路向来没声，那双厚底的千层浪布鞋踩在汉白玉砖上，像是猫爪子挠棉花。这一日，他刚伺候完皇上批阅那一叠高过头的折子，顺着夹道往养心殿走，正巧就瞧见了静妃领着胧月从小径那头过来。您瞧苏培盛那个神情，半眯着眼，嘴角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那是看戏看入迷了的主才有的神态。他瞅见静妃那如临大敌的模样，又瞧见小胧月那低眉顺眼却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的样，心里头早就咯噔一下，开了锅了。这老太监心里明镜似的，这后宫里的风向，打从熹妃娘娘回宫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往景仁宫刮，也不再是往咸福宫刮，而是要把这满园子的花红柳绿都卷进一场关于接班人的漩涡里去。苏培盛在这个当口，他在想什么？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苏总管那是典型的首席执行官特别助理兼车总监。他看的不是谁哭的响，也不是谁笑的甜，他看的是这权力的闭环里哪儿出了裂缝。他瞧出了静妃那份由于极度不安全感而产生的过度防御，也瞧出了甄嬛那份由于急于求成而露出的母性软肋。这在职场上可是大忌，一个高管如果有了明显的短板，那就是对手手里最好的刀子。苏培盛这时候不说话，他是在观察这两位部门经理谁更能沉得住气。他心里头那杆秤正一点点地往甄嬛那头拨，不为别的，就为甄嬛手里攥着皇上的那份旧情复燃，更因为他得给自己找条后路，而这条后路偏偏就在这亲情与权谋的纠葛之中。咱们且看那苏培盛，他瞅准了个空，在静妃走远之后，慢条斯理地走到了甄嬛跟前。那会儿甄嬛正对着一盆开得正艳的石榴花出神，那红的滴血的花瓣
像极了他此刻被扎透了的心。苏培盛打了个签儿，声音压得极低，透着一股子老辣的世故。他说：“熹妃娘娘，这花开得再好，也得有人赏不是？可这赏花的人呐，若是心思不在花上，那这花开得再艳，也落不进心里去。您听听，这老狐狸一开口就是禅机，他这是在提醒甄嬛，别光盯着那孩子哭不哭、闹不闹，你得看那孩子背后站着的是谁，得看那静妃心里头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杀手锏。这在职场里，就是老前辈给新领导递话呢，您别光忙着抓业务，您得看看这底层架构是谁搭建的，这人心要是被屏蔽了，您这指令发得再响，下头也没人听。”苏培盛这双眼毒就毒在能从那最细微的动作里剖出人性的恶与善。他看见静妃为了留住胧月，竟然连皇上的面都不太想让孩子见了，整天居在咸福宫里。他心里头冷笑，这静妃是急糊涂了，这可是皇家的种，不是你咸福宫的猫狗。他这么干，那是犯了皇家的忌讳，是在跟皇上抢解释权。苏培盛转过头，就在皇上漫不经心提起胧月的时候，状似无意的接了一句：“公主如今长大了，倒跟静妃娘娘愈发像了，那言谈举止真是静妃娘娘一教一导出来的。您瞧瞧，这一句话，那是包了砒霜的蜜饯，面上是在夸静妃教导有方，实则是在皇上心里埋了个地雷。这孩子姓爱新觉罗，不姓静，你教的太像自己，那这孩子还是朕的血脉吗？”这种向上管理的阴毒，苏培盛玩的是不着痕迹。这老总管心里还有一层打算，他知道静妃现在是热锅上的蚂蚁，肯定要找个靠山，而这后宫里最喜欢这种窝里斗的，除了皇后还能有谁？苏培盛那是看着皇后怎么一步步算计死纯元的，他太清楚那种借刀杀人的套路了。他看着静妃往景仁宫走的勤了，看着那静妃的眼神从卑微变得决绝，他知道这出关于争子的戏马上就要演变成一场关于生死的变局了。苏培盛不急着去揭发，他像个耐心的猎人，在等甄嬛自己回过味来。他得让甄嬛明白，光靠血缘是收不回股份的，你得拿权力去换，拿人性去搏。这种在职场大变动前的观望与引导，才是苏培盛能在那把龙椅旁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苏培盛这会演，其实看穿的是这宫廷博弈的底层逻辑。在这儿，没有纯粹的亲情，只有基于生存的联盟。静妃为了自保可以背叛甄嬛，那甄嬛为了夺回孩子，是不是也得付出点什么？苏培盛在这一场争子暗战里扮演的是那个最清醒的旁观者，他甚至在心里给这两个女人打着分。他瞧见甄嬛在永寿宫里焦躁的踱步，听见她在那儿念叨着血浓于水，苏培盛心里只会觉得这娘娘还是不够狠。血算什么？在这紫禁城里，金子做的血都抵不过一个利字。他那双眼就像是 X 光，把静妃的恐惧、甄嬛的执迷、皇后的贪婪全给照得底儿掉。这时候的苏培盛其实是在给甄嬛做一个职场风险评估，他得让甄嬛知道，静妃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给颗甜枣就能打发的老实姐姐了。一个被夺走了唯一希望的女人，那是会变成疯虎的。他在御花园里看似在给甄嬛引路，实则是在给她画道。他指着那开得密不透风的蔷薇篱笆说，这篱笆扎得深，外头的风进不去，里头的人也出不来。可若是哪天这篱笆从里头烂了，那这满园子的景儿可就全毁了。甄嬛是个聪明人，她听懂了，这是苏培盛在告诉他，静妃要反水，而且是从内部反水，你再不动作，那连着你和胧月的那根脐带就要被静妃给生生掐断了。您说这事儿讽刺不讽刺？
两个为了孩子斗得你死我活的娘，最后还得靠一个没儿没女的老太监来点破迷津。苏培盛这双慧眼看透的是权力的无常，也是人性的贪婪。他之所以帮甄嬛，是因为他看准了甄嬛才是那个能笑到最后的人，而静妃不过是这漫长博弈中的一段小插曲。他在那朱红色的宫墙影子里看着这两个女人的纠缠，心里头想的可能是，这世间的人呐，总觉得手里攥紧了就是拥有，殊不知有时候松开手，那才是真正的开始。苏培盛这双眼见证了这场暗战中最惊心动魄的转折，也预见到了那个即将到来的满是血腥味的告发之夜。这苏培盛的一番话，那是给甄嬛指了条明路，还是给他推向了更深的地狱？这老太监的职场智慧，到底是救命的良药，还是催命的符咒？您瞧，这静妃已经快要走到皇后的门槛上了，那手里攥着的告发信，正烧着她的手，也烧着咱们这位小胧月的命。且说那苏培盛的一番话，活像是一盆带着冰渣子的冷水，劈头盖脸的浇在了甄嬛那颗被母爱烧得滚烫的心上。甄嬛在那永寿宫的暖阁里，看着窗外那影影绰绰的宫墙，心里头那个血浓于水的念头头一回动摇了。这宫里头，血是冷的，水是苦的，唯独那粒字是烫手的。而与此同时，在那咸福宫的一斗青灯下，静妃那双往日里写满了隐忍和温厚的眼睛，正被嫉妒和恐惧烧得通红。她听着外头那更漏声，一声声像是催命的鼓点，直击她的天灵盖。她终于明白，只要甄嬛在那儿，只要那熹妃的名头一天比一天响亮，她怀里的胧月就永远不是她的。这种职场被替代赶到了临界点，那就不是什么姐妹情分能压得住的了，那是非得见血，非得拼个你死我活才能消停的疯狂。话说那是一个雨生百谷的深夜，紫禁城的红墙被雨水冲刷的像是渗出了陈年的血渍。静妃披着一件玄色的斗篷，那斗篷的边在泥水里拖曳着，她顾不得什么仪态，顾不得什么尊卑，手里死死攥着一个物件，那是足以让这后宫翻天覆地，让甄嬛万劫不复的重磅炸弹。这静妃是要去哪儿？她没去养心殿，因为她知道皇上对甄嬛正上头，她去的是景仁宫，是那位正愁没刀子使的皇后娘娘的大门口。这叫什么？这在咱们职场里，就是被逼到绝路的老员工，直接跨级去找大老板的死对头，把自己掌握的核心机密一股脑儿全给导出来。这不叫告发，这叫自杀式袭击，是为了保住自己手头那点儿可怜的股份，不惜把整家公司都给点着了。静妃站在景仁宫那重重垂下的雨帘后头，整个人抖得像筛糠，可那眼神却狠得吓人。皇后身边的简秋迎了出来，那似笑非笑的表情里透着一股子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笃定。两人进了内殿，皇后正端坐着捡那盆开败了的牡丹，那一剪刀下去，花头落地，无声无息，却听得静妃脖子后头直冒凉气。静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她把苏培盛与锦汐对时的事儿，还有甄嬛在里头起的作用，一五一十添油加醋的全给抖搂了出来。您各位瞧瞧，这就是人性的幽微处，他为了留住一个孩子，竟然能去揭发那个曾经帮他度过无数难关的盟友。这种被刺的滋味，比那明面上的耳光要疼上千倍万倍。在职场里，这就是最让人生寒的内奸。他知道你所有的软肋，知道你每一个不合规的细节，只要他想，他能随时把你送进人力资源的裁员名单里，还是带污点的那种。皇后听完，那嘴角勾起的弧度，活脱脱是一条见了血的毒蛇。她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甄嬛这根眼中钉，终于要被这根最不起眼的废刺给拔出来了。那一夜，景仁宫的灯火彻夜未明，
他们在算计着每一个细节，怎么让皇上偶然撞见，怎么让苏培盛和锦汐百口莫辩，怎么把这把火烧到永寿宫的房梁上。静妃在那儿听着皇后的嘱托，心跳快得要撞破胸膛。她一边觉得对不住甄嬛，一边又在心里给自己找补：我不害他，他就要抢走我的胧月，我这是为了孩子，我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您瞧，人一旦自私到了极点，连这种丧尽天良的背叛都能给自己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这种心理自我催眠，在咱们现实生活中，在那些为了争房产、争职位而闹得六亲不认的局里，难道还见得少吗？天亮的时候，雨停了，可那股子潮湿发霉的气息却怎么也散不去。就在这最平静的清晨，风暴突然降临。苏培盛和锦汐被内务府的人带走的时候，整个后宫都静得可怕，那是大难临头前的死寂。甄嬛在那永寿宫里听到消息的一瞬间，整个人晃了三晃。他是什么人？他瞬间就明白了，这不是皇后的未雨绸缪，这是家贼难防。他想起了那日静妃在御花园里那个躲闪的眼神，想起了苏培盛那番关于篱笆烂了的提醒，那是悔得肠子都青了。他还是低估了一个职场边缘人在绝境下的破坏力。静妃这一手，那是釜底抽薪，把甄嬛左膀右臂全给砍了，让他在皇上面前成了一个纵容下属坏了规矩的失职领导，更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揭发更多秘密的戴罪之人。这时候的静妃正躲在咸福宫里抱着胧月，手还在抖，嘴里却在给孩子讲着那些个不知名的民间小调。他不敢看窗外，不敢听那慎刑司传来的惨叫声。他以为他赢了，他以为只要甄嬛倒了，这世上就再没人能跟他抢孩子。可他忘了，这后宫的权力场上从来没有单方面的胜利。你当了皇后的刀，那皇后用完之后，这把沾了血的刀，你觉得她还会留着吗？这种饮鸩止渴的职场博弈，静妃玩得太低级，也太惨烈。她把自己所有的退路都给堵死了，就为了守住那一个不属于她的幻梦。这种极度的占有欲，让一个本该慈悲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在暗处放冷箭的刺客。这一场致命的告发，到底是静妃的孤注一掷，还是皇后的一石二鸟？在那个漫长而压抑的午后，当甄嬛和静妃在大殿上隔着重重人群对视的那一刻，那眼神里交织的火花，那是真的要把这紫禁城都给燃了。甄嬛在那一刻眼里的柔情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胆寒的冷峻。她终于意识到，要保住这后宫的地位，要夺回自己的女儿，光靠情字是敲不开那冰冷的宫门的。她得比静妃更狠，比皇后更稳。这场争子暗战到了这儿，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婆媳姐妹之间的那点口角，它已经变成了一场关乎生存、关乎底线、关乎谁才是这紫禁城真正女主人的殊死肉搏。苏培盛在那慎刑司里受苦，锦汐在那儿咬牙撑着，甄嬛在永寿宫里步步为营，而静妃在咸福宫里自欺欺人。这四个点连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把所有人都网了进去。而那小小的胧月就坐在这网的中心，睁着那双无邪的大眼睛，看着这些大人们为了所谓的爱而变得如此丑陋和狰狞。您说，这难道不就是最现实的启示录吗？当职场竞争演变成人格诋毁，当人际交往变成了筹码交换，那所谓的初衷早就被丢在烂泥里踩得稀烂了。静妃那一跪，跪掉的不仅是甄嬛的信任，更是她自己最后的一点为人的尊严。且说那慎刑司里的皮鞭声，像是一声声闷雷，隔着重重宫墙都能震碎人的胆气。苏培盛和锦汐被关在那暗无天日的鬼地方，受的是皮肉之苦；可在那永寿宫里坐着的甄嬛，心里受的是万箭穿心的凌迟。
这要是换了寻常女子，瞧见自己最亲近的2个臂膀被昔日里推心置腹的好姐姐给卖了，那还不火冒三丈，直接冲到咸福宫撕破脸皮，闹个鱼死网破。可甄嬛是谁啊？那是从凌云峰的冷风里淬炼出来的纯金，是深谙职场统御术的顶级猎人。他在那儿坐着，手里死死攥着那一串红的发黑的珊瑚手串，指尖儿在那冰冷的珠子上摩挲，眼里的火气一点点沉了下去，化成了一汪深不见底、冷得杀人的潭水。他明白，静妃这一刀捅得很，是因为静妃手里攥着他的命根子胧月。他更明白，若是这会儿跟静妃硬碰硬，那不仅保不住苏培盛，更会把胧月彻底推向那个被仇恨洗脑的深渊。这天底下的博弈，最高级的从来不是杀人，而是诛心。甄嬛在那儿哭坐了一宿，等天边刚露出那一抹像鱼肚子似的白光时，她已经布好了一个让静妃这辈子都逃不脱的温柔陷阱。这就叫欲擒故纵，也是职场里最狠的一招，以德报怨。您瞧，甄嬛没去皇上那儿告状，也没去慎刑司劫狱，她反倒在某个微风和煦的午后，平退了左右，单枪匹马、素衣简行的去了咸福宫。那一刻的咸福宫，安静的跟坟场没两样。静妃正躲在屋里，抱着胧月瑟瑟发抖，她就像个偷了东西的小贼，听见门口的一丁点响动都能吓破了胆。当甄嬛掀帘子进屋的时候，静妃那个眼神呢，又是恐惧，又是愧疚，又是那种想豁出去跟你拼命的决绝。甄嬛没等静妃开口，先是深深的行了个大礼。这熹妃给静妃行大礼，那是什么分量？那是泰山压顶啊！静妃整个人都傻了，手里的茶杯盖磕在杯沿上，发出刺耳的一声当啷。甄嬛抬起头，眼里没有半点恨意，反倒全是那种让人心碎的真诚和无奈。她悠悠的开口，声音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她说：“姐姐，这些日子是我魔怔了。我只想着自己怀胎10月的辛苦，却忘了姐姐这3年里1000多个日日夜夜是怎么把胧月视若珍宝的拉扯大的。”这话一出来，静妃那原本绷得死紧的肩膀，像是一下子被卸了力。甄嬛这一招，在职场里叫深度共情，她不是来谈损失的，她是来谈付出的。她把静妃最在乎、最骄傲，也最心虚的那个点，也就是那份跨越血缘的母爱，给捧到了最高处。紧接着，甄嬛抛出了那个让静妃彻底崩溃的筹码。她拉着静妃的手，那手凉得像冰，甄嬛却握得死紧。她说：“妹妹回宫，原本是为了保全母家，保全这宫里的旧人。如今看来，胧月在姐姐身边，过得比在我身边要安稳，要快活。若是因为我的私心，让姐姐惶恐，让胧月惊惧，那我这个当亲娘的，真是万死难辞其咎。”说到这儿，甄嬛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着静妃那张红白交织的脸，使出了杀手锏。我想好了，我要去请旨皇上，将胧月正式出继给姐姐，从此往后，她便是姐姐膝下的亲生骨肉，除了初1、15的礼数，我绝不横加干涉。您各位听听，这叫什么？这叫大额股份转让，而且是心甘情愿、倒贴钱的那种。静妃原本以为甄嬛是来兴师问罪，要把她碎尸万段的，哪想到人家是来送大礼包的。静妃那心里头的防线，在那一瞬间彻底塌了。那是积压了3年的焦虑，半辈子没孩子的荒凉，还有这一场背叛后的罪恶感，在那一刻全都拧成了一股绳，把他的心给勒得生疼。他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那是真哭，哭得惊天动地，哭得把这咸福宫里几年的冷清全给冲散了。他扑通一声跪在甄嬛脚下，一边扇自己耳光，一边哭喊着：“妹妹，我不是人，是我去皇后那儿揭发的，是我猪油蒙了心，怕你抢走月儿。”甄嬛这会儿没躲，
也没笑，他只是轻轻弯下腰，把静妃搂在怀里，那动作温柔的，就像在搂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可您瞧瞧甄嬛那个眼神儿，在那静妃看不见的肩膀后头，那一抹冷峻和笃定，才是最真实的存在。这在咱们现代职场博弈里，就是最顶级的收编。你出卖了我，我知道，但我不仅不惩罚你，我还把你最想要的东西，你甚至不惜杀人放火去抢的东西，大大方方的塞到你手里。你这时候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这位领导不仅大度，而且是你的救命恩人，是你的灵魂伴侣。从此往后，静妃哪里还是什么老实姐姐，她简直成了甄嬛在这后宫里最死心塌地、最悍不畏死的御前先锋官。甄嬛这一招欲擒故纵，玩的实在是太高级了。她看透了静妃的软肋，也看透了皇后的死穴。皇后想利用静妃当刀子，甄嬛就直接把这把刀子给化成了绕指柔。她这一放手，看似丢了女儿的所有权，实则赢回了女儿的安全环境和静妃这个高级盟友。更重要的是，她通过静妃的口，能掌握皇后更多的阴谋。这在公司管理中，就是把竞争对手派来的间谍，用一套超常规奖励机制给生生转化成了双面间谍，而且还是那种感恩戴德，甚至愿意为你顶包的双面间谍。这甄嬛回宫后的根基，在那一刻才算是真正稳了。以前她靠的是皇上的宠，那是虚的，像云烟一样，风一吹就散。可现在她靠的是这种把控人性的手腕，那是实的，像老树扎根一样，谁也撼不动。她对静妃说的那句姐姐，咱们都是这宫里苦命的人，往后要互相扶持，那简直是这世上最动听也最狠辣的契约。静妃这辈子都会记得，在那个午后，是甄嬛给了她尊严，给了她希望，也给了她那个不敢奢望的母亲名分。这种降维打击后的降维救赎，让甄嬛在这个充满了血腥味的权力场上，活成了一个看似慈悲，实则算无一策的神。而那个小小的胧月，这时候正躲在屏风后面，瞧着这两个额娘抱头痛哭。他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但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安宁。他可能还不懂什么叫欲擒故纵，但他能感觉到那股子要把他撕裂的张力消失了。他看见那个漂亮的让他害怕的娘娘，正在温柔地拍着他最亲爱的额娘的背。这一幕在孩子心里种下的是和解的种子，而在甄嬛心里，那是一笔长线的投资。他知道，只要静妃在，只要静妃感他的恩，那胧月这辈子都会是他甄嬛最坚固的底牌。这就是甄嬛的智慧，她不争一时的长短，她争的是长久的太平。她深知，在这深宫里，硬撑着的人往往死得最早，唯有那些懂得弯腰、懂得舍弃、懂得给对手留余地的人，才能在最黑暗的时刻迎来那一线生机。静妃的背叛被甄嬛巧妙地转化成了投名状，而甄嬛的割爱则成了她统御后宫的最强威信。这种变废为宝的手段，不仅解了苏培盛和锦汐的围，更是在皇后的防线上掏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且说那咸福宫里的一场抱头痛哭，硬生生把这后宫最险恶的一场背刺给哭成了姐妹连心的投名状。甄嬛这一撒手，把胧月的名分大大方方送给了静妃，面上瞧着是割肉，实则是剜了皇后的心眼子，还顺带手给静妃套上了一辈子都摘不下来的救命枷锁。可这大人之间的账算清了，那夹在中间刚满3岁的小胧月，他那颗七窍玲珑心又该往哪儿搁？您可千万别把这孩子当成个只懂吃糖的小奶娃，在这紫禁城里长大的种儿，那骨子里流的就不是一般的血，是那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的灵气。就在甄嬛和静妃达成那场足以改变后宫格局的资产重组协议之后，咱们这位小公主
正是开启了他那足以载入后宫史册的端水艺术，活脱脱成了这深宫里最年轻也最高明的公关大师。话说这局势稳下来之后，永寿宫和咸福宫中间那条窄窄的长街，就成了胧月每天都要趟过去的职场平衡木。您瞧那日，阳光斜斜的打在琉璃瓦上，晃得人眼晕。小胧月打扮的跟画里走出来的年画娃娃似的，左手牵着静妃，右手还没等甄嬛伸手，就自个儿蹦跳着去勾那熹娘娘的衣角。这一个动作，您细品，那是多大的学问！他没冷落了养他3年的额娘，也没疏远了那个给他撑腰的熹娘娘。他在那儿咯咯的笑，一会儿把脑袋歪在静妃怀里蹭蹭，说额娘做的点心甜，一会儿又把大眼睛笑成2弯新月，冲着甄嬛喊：“熹娘娘宫里的风筝飞得最高。”这叫什么？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最吃得开的跨部门协调员，两头瞒，两头好，让2个水火不容的大领导，只要一瞧见这孩子，那满肚子的坏水儿都能瞬间化成一滩春水。您各位再随我往那御花园的石亭子里瞧，那一回皇上兴致上来了，召了静妃和甄嬛一块儿陪着胧月翻花绳。这本是和乐融融的景象，可席间那气氛呐，还是透着股子由于尴尬而产生的冷气。静妃在那儿给皇上递茶，手还是有点抖，那是告发之后的余震未消。甄嬛在那儿摇着扇子，笑得云淡风轻，可那眼里终究藏着一分母女不能相认的落寞。就在这当口，胧月手里那个花绳打了个死结，这孩子没哭也没闹，他先是拿着绳子往静妃跟前凑，甜腻腻的喊：“额娘，您手巧，帮月儿理理。”静妃那脸上的褶子瞬间就舒展开了，那是被需要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还没等静妃把结解开一半，胧月又转头拉住甄嬛的手，悄悄说：“熹娘娘，月儿瞧您那儿的金线好看，若是有那亮闪闪的丝缠里头，这绳肯定更好看。”这孩子多贼啊！他这是把实质功劳给了静妃，那是给足了老臣面子，又把审美标准和精神链接给了甄嬛，那是给新贵留了台阶。他知道静妃怕失宠，所以他拼命表现出依赖；他知道甄嬛要名望，所以他拼命表现出亲昵。这种在2个妈之间无缝切换的端水功夫，让在一旁冷眼旁观的皇上都看得眉开眼笑。皇上心里头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这孩子懂事不认生，说明朕的后宫和睦，说明这2个女人都把孩子教得大方。可他哪知道，这孩子每一个笑，每一个撒娇，那都是在那如履薄冰的生存环境里硬生生逼出来的博弈本能。这就像是咱们单位里那些个机灵的职场新人，在2个死对头副总中间办事，从来不传坏话，永远只说张总夸您专业，李总说您负责，最后2边都觉得这孩子是自己人。其实呢，这孩子谁的也不是，他只属于他自己那个生存闭环。这种端水艺术最难的不是同时好，而是关键时刻的偏袒。您还记得有一次，皇后借着由头，想在那种妃嫔都在的场合，赐一次静妃教导无方，说胧月这孩子性子野了点。那时候甄嬛刚要开口回护，小胧月竟然先一步跑到了皇后跟前，端端正正的行了个大礼，声音清脆的像敲玉盘子。他说：“皇额娘教训的是，月儿以前在咸福宫是顽皮了些，可额娘常说，若是月儿不听话，就愧对了皇阿玛的疼爱，更愧对了皇额娘的教导。往后月儿一定跟着熹娘娘多学学规矩，不让2位额娘操心。”这一番话，那是把在场所有的坑全给填平了。他先认了错，全了皇后的威严，接着搬出皇上这尊大佛挡灾，再顺带手夸了静妃的苦心，最后还不忘表态要亲近甄嬛。
您瞧瞧，这哪是个孩子？这简直是顶级的公关话术模板。那一刻，连殷志如皇后都找不到半个刺儿来挑，只能悻悻的赏了对镯子了事。这背后映射的现实人情，那才是真让人唏嘘。咱们现在带孩子，总觉得孩子天真烂漫，可您要是细看，那在离异家庭里，或者在婆媳矛盾尖锐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那端水的本事是一个赛一个的精。他在奶奶面前说妈妈好，在妈妈面前说奶奶疼，那是孩子在为了自己的生存安全感做极限拉伸。龙月在这深宫里，他看透了静妃的惶恐，也感应到了甄嬛的野心。他知道，只要他表现出对任何一方的绝对偏向，那就会引发另一方的疯狂反扑，而那个代价，他这个小小的孩子承受不起。所以他把爱给均摊了，把依赖给拆分了。这叫什么？这叫风险对冲。他在两个强大的母性阴影下，硬生生开辟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成为两个人的共同利益点。这种端水累不累？那是真累。您瞧，那夜深人静的时候，龙月躺在咸福宫的小床上，看着帐顶，静妃在那儿给他扇风，问他：月儿，锦儿媳娘娘给你的那对玉狮子，你喜不喜欢？这其实又是一次职场测验。龙月这时候若是说喜欢的紧，静妃心里肯定又要冒酸水；若是说不喜欢，那又显得虚伪。这孩子怎么回的？他说：那狮子长得威武，月儿想把它搁在额娘的书房里，给额娘守着门，好让额娘晚上睡得踏实。一句话，把甄嬛送的东西变成了他孝敬静妃的工具。这种转换逻辑简直是神来之笔。他既没有否定甄嬛的好意，又把这份好意转化成了对静妃的安抚。这就是职场里的资源整合，把一部门给的奖金拿去请 B 部门的同事吃饭，最后两边都觉得你这人实在，这路子不就越走越宽了吗？这种端水艺术练到最高境界，就是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这冷酷宫廷里唯一的温情。甄嬛看着龙月，心里头虽然遗憾不能亲手抚养，但也踏实了，因为他知道这孩子在这儿不仅活得下去，还能活得很好。静妃守着龙月，虽然知道这孩子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但也心安了，因为他知道只要有龙月在，甄嬛就不会动他，皇上就不会忘了他。而皇上呢，他看着这母慈子孝的假象，觉得自己治下太平，天下大同。这三方博弈的结果，全靠这个3岁的娃在那儿死死撑着那个平衡点。这哪是童年啊，这分明是一场长达10几年的高难度杂技表演。您各位瞧瞧，咱们这位龙月公主，她是用最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这后宫最沉重的权谋。她在那儿笑着闹着，其实眼底深处全是这种求生欲打下的烙印。这事儿告诉咱们，在复杂的环境里，真正的赢家往往不是那个最强的人，而是那个最能调和矛盾、最会端水的人。甄嬛和静妃的暗战，在龙月这一碗碗云乎乎的水面前，终于化成了那种带着算计的温情。您说，这孩子以后要是长大了，那还得了？那还不得是这紫禁城里最让人不敢小觑的终极反派？且说那小龙月在那2位额娘的夹缝里，硬是靠着一身端水的绝活，在这吃人的紫禁城里趟出了一条平平安安的道。可这在这后宫里安身立命，光会讨大人欢心，光会调和部门矛盾，那充其量也就是个懂事的好孩子，离那真正的皇家接班人，离那能让大清朝挺起脊梁骨的顶级公关，还差着一层窗户纸呢。这不，机会说来就来了，那是大清朝的一场外交大捷，也是咱们这位小公主一战封神的高光时刻。话说那日，塞外的准噶尔部可汗摩格亲率使团进京，那阵仗哪是来朝贡的？
那分明是来踢馆的。大殿之上，金砖铺地，香烟缭绕，可这气氛呐，比那3-9天的冰窖还要动人。摩格那汉子满脸的络腮胡子，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草原狼的狠劲儿，他手里头攥着一个物件，在那儿冷笑连连。那是个什么东西？那是让满朝文武瞧了都直挠头的9连环。摩格把他往那儿一撂，瓮声瓮气的说了：皇上，听说大清人才济济，微臣这里有个家传的小玩意儿，若是大清能有聪明人解开这9连环，我准格尔部甘愿年年进贡；若是解不开，呵呵，那这大清的聪明才智，怕是也得打个折扣了。您瞧瞧，这叫什么？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就是外方考察团带着个连总工都解决不了的技术壁垒，上门来要挟甲方降价，要挟你让出核心市场。这哪是解扣子？这是在打大清朝的脸，是在试探皇上的底线呢。满朝文武那些个饱读诗书，平时里唾沫星子乱飞的大臣们，这会儿全哑了火了。大家伙儿围在那9连环跟前，有的推敲，有的抓耳挠腮，那汗珠子顺着官帽的沿儿往下淌。皇上在那把龙椅上坐着，脸黑得跟锅底灰似的，手里那串念珠捏得咯吱作响。甄嬛在那儿坐着，心里也是急火攻心，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智力的比拼，更是大清的面子。就在这全场死寂，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响动的时候，咱们那位躲在静妃身后一直悄悄打量局势的小龙月动了。您瞧那龙月，小小的一个身子，穿着大红的宫装，像是一团小火焰，就那么从静妃温暖的怀抱里钻了出来，步子迈得极稳，一点都不带怯场的。静妃在后头吓得脸都白了，手伸出去半截又缩了回来，那心里头肯定是打鼓呢。月儿，这可不是在咸福宫撒娇，这是掉脑袋的国宴呐。可甄嬛在那一刻眼神却亮了一下，她瞅见了龙月眼底深处那一抹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决绝和狠劲儿。龙月走到那9连环跟前，先是像模像样的对着皇上和摩格行了个礼，那童音清脆悦耳：皇阿玛，这小玩意儿月儿好像在哪儿见过，能不能让月儿试试？摩格哈哈大笑，满脸的不屑，心想这大清是真的没人了，竟然让个奶娃娃出来顶缸。皇上这会儿也是骑虎难下，死马当活马医吧，挥了挥手准了。全场几百双眼睛全都死死盯着那双细嫩的小手。龙月接过9连环，翻来覆去看了看，那眼神里透着一种不属于那个年纪的冷静。他没有去试那些个复杂的套路，也没有像那些大臣一样去寻找什么虚无缥缈的逻辑，他只是抿着嘴。突然间，他把那9连环高高举过头顶，对着那坚硬的金砖地面使出全身的力气，重重的摔了下去。只听得哗啦一声脆响，那原本死死锁在一起的9个环，在那猛烈的撞击下，瞬间4分5裂，落了一地。全场惊呆了，摩格的笑声戛然而止，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鸭蛋。皇上那儿也是愣了半晌，正要发火，却听见龙月那清脆的声音再次响起。他拍了拍手上的灰，仰着小脸，不卑不亢地对着摩格说：可汗，解开了，这就是法子。只要解开了，不管是用什么法子，不都一样吗？咱们大清的智慧，就是能用最简单的法子办最难办的事儿。哎呦喂，这一摔，那是摔碎了9连环吗？那是摔碎了准格尔部的野心，摔碎了那帮酸腐大臣的傲慢，更是摔出了大清皇室的威风。这在职场里就是那种典型的暴力拆解思维。当所有人都陷在对方设计的逻辑陷阱里，在那儿吭哧吭哧搞技术研发的时候，你跳出来，直接用一种打破常规，甚至是掀桌子的方式解决了问题。这叫什么？这叫降维打击。
龙月这孩子，在那一刻，他不是在玩游戏，他是在进行一场政治博弈。他知道这环是不可能按部就班解开的，那是人家专门设的死局，你越是想解，就越是丢脸。唯有毁掉这个局，才是真正的解局。皇上在那儿先是一怔，随即龙颜大悦，拍案叫绝：好，好一个大清的公主，好一个最简单的法子。那一刻，皇上看龙月的眼神儿，那哪是看个孩子，那是看大清的救星，看他的接班人呢。甄嬛在一旁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她看着龙月，眼角带了泪。她终于明白，这孩子在静妃那儿学的不仅是安稳，更多的是在复杂的生存环境里磨练出了一种极其精准的决断力。而静妃呢，这会儿在那儿又是后怕又是自豪。她知道龙月这一摔，摔出的是他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摔出的是两宫娘娘再也无法撼动的政治盟友关系。这事儿深了去了，咱们得往实了说。在职场上，咱们经常会遇到这种9连环。老板给你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是客户给你设了个套，你若是顺着人家的思路走，最后保准得累死，还没个好结果。龙月教给我们的是，关键时刻你得有那股子宁为玉碎的狠劲儿，你得有那种看穿事物本质的通透。摩格要的是解开吗？他要的是看你出丑。那我就不按你的规则玩，我把你的规则给砸了，我还得告诉你，这就叫智慧。这就是顶级公关的逻辑，如果不能在对方的场子里赢，那就把对方带到自己的场子里来。这龙月怎么就敢摔？他难道不怕摔坏了要受罚？这就是这孩子的聪明之处，他算准了皇上的心思。皇上缺的不是一个会玩游戏的格格，缺的是一个能替他解围的台阶。他这一摔，是把皇上的面子给捡回来了。这种向上管理的极致表现，简直是让人拍案叫绝。这哪是3岁的小孩，这分明是深谙职场潜规则，懂得在关键时刻为老板顶包，还顶得漂漂亮亮的顶级精英。那一晚，月色如银，咸福宫和永寿宫都沸腾了。摩格虽然心里不服，但话搁在那儿了，只能灰溜溜的退下。而龙月成了整个紫禁城的宠。静妃搂着孩子，又是亲又是摸，心里那个美啊，甭提了。甄嬛也在自己的宫里给龙月准备了最好吃的点心，虽然名义上还是静妃的孩子，但两人的心在那一刻算是彻底焊死在一起了。因为他们共同培养出了一个能在这皇权巅峰屹立不倒的神童。这场9连环的风波，实际上是龙月正式踏入政治舞台的剪彩仪式。他告诉所有人，他不仅是2个娘娘的女儿，他还是大清的骄傲。这种身份的觉醒，让他在往后的岁月里，无论是面对皇后的算计，还是面对皇上的猜忌，都能游刃有余。这不仅是智慧的胜利，更是性格的胜利。一个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摔碎规矩的孩子，他的前途注定不是那小小的后宫能关得住的。这一记9连环摔下去，摔出的是太平盛世，还是更深的杀机？在那摩格的眼里，这个小公主是不是已经成了大清最可怕的敌人？而在甄嬛和静妃的眼里，这个共同的孩子是不是已经成了他们这辈子最重要的政治投资？且说那大殿之上，9连环碎了一地的清脆响声，还没在那帮子塞外蛮子耳朵眼里散干净呢，咱们这位龙月公主就已经打响了她在大清朝堂上的头一个名号。这一摔，摔出的是满朝文武的冷汗，也是皇上心眼里那份沉甸甸的喜爱。可这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这深宫里的日子哪能天天都跟过年似的放炮仗？当那摩格可汗灰溜溜的卷着铺盖卷儿回了草地，当那景仁宫里的那位皇后娘娘最终在不甘与愿读忠诚了断了线的风筝，这后宫的权力图谱
在那红墙金瓦的映衬下，悄悄地翻到了最沉重也最透彻的终章。那多年以后，当当年的小奶娃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当当年的熹妃成了万人之上的太后，这权力巅峰上的温情与残酷，到底是怎么样一副扎心的模样？话说到乾隆登基的那年头，永寿宫里的苏合香已经换成了最顶级的沉香，甄嬛坐在那把象征着后宫最高权位的宝座上，那指甲套上镶的红宝石，映着外头如血的残照，晃得人眼晕。静妃呢？静妃老了，那是真老了，鬓边的白发像是秋天的霜，怎么遮也遮不住。她依旧住在咸福宫，那儿虽然不如永寿宫富丽堂皇，可因为有胧月常去请安，倒也算是个清静安详的养老地儿。您瞧那一个黄昏，胧月穿着一身月白色的满绣旗装，步子迈得极轻，在那咸福宫的石阶上站定。他看着坐在廊下打盹的静妃，眼神里流露出的那份依恋，那是骗不了人的。可您要是细看这姑娘的眼底，在那温柔如水的深处，竟然藏着一种跟她生母甄嬛一模一样的冷峻，那是一种看透了这宫廷逻辑，活明白了人性凉薄后的透彻。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残酷，身份的最终错位。胧月这一辈子，她到底是谁的女儿？在那正式的皇室族谱上，她是熹贵妃的骨肉，可在她的心里，在那无数个生病吃药、受了委屈能有个怀抱钻的深夜里，她是静妃的命根子。这种名分与实情的撕裂，在年轻时候是博弈的筹码，可到了这时候，就成了晚年最隐秘的刺。甄嬛身为太后，权倾天下，可她看着胧月对静妃那份亲昵，心里头能没个酸劲儿？她那是亲生母亲呐，可她明白，这女儿是她亲手推出去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为了保住静妃的忠诚而不得不割舍的政治资产。这种亲情被权力异化后的无奈，是哪怕成了太后也补不回来的亏空。就像咱们现在有些个大家族，为了生意，为了联姻，把孩子过继给旁支，等老了想认回来，孩子那声妈叫的再响，中间也隔着一层怎么也捅不破的纸。咱们再瞧瞧那一日，甄嬛把胧月唤到跟前，说要给他择一门显赫的亲事。甄嬛指着那名册上的青年才俊，那是费尽了心思要给女儿挣个前程。可胧月就那么跪在那儿，低着头，声音平静的像一潭死水。他说：“皇额娘，月儿不求富贵，只求能在京城离您和额娘近些。您听听，这一声皇额娘，一声额娘，把这端水艺术玩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知道甄嬛要的是掌控力，要的是母女重圆的虚荣心，他也知道静妃要的是陪伴，是那临老了不至于孤魂野鬼般的凄凉。他在这两个强大的母性意志之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平衡木，哪怕到了出嫁的年纪，他想的依然不是自己的情爱，而是如何让这两个老去的女人都能在那权力的夕阳里感受到最后一点虚假的温情。这种极致的懂事，难道不是最让人心疼的残酷吗？这背后映照的职场智慧，其实就是一种终局思维。很多人在职场里杀伐果断，到了临退休或者交接班的时候，往往容易翻船，就是因为没想明白归宿二字。胧月想明白了，他知道生母甄嬛是他的权力来源，是他这辈子能当大清头1号公主的底气，所以他必须恭敬，必须听话，必须在那永寿宫里当一个完美的女儿。而养母静妃是他的情感基石，是他在这冰冷宫廷里唯一的人味，所以他必须贴心，必须养老，必须在那咸福宫里当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把自己撕成了两半，一半给了权力，一半给了温情。这在职场里就是那种最聪明的高管，哪怕自己已经独当一面了，在老领导面前依然低调，
在老部下面前依然仗义，这叫功成身退，不失其根。可在这大团圆的表象下，还藏着更冷的冰碴子。就在龙月大婚的前夕，静妃病倒了。甄嬛去瞧她，两个斗了一辈子的女人，在那病榻前握住了手。静妃吊着一口气，浑浊的眼睛盯着甄嬛，声音细得跟蚊子哼哼似的：“妹妹，月儿到底是你的。”甄嬛眼里的泪珠子一下子就滚下来了，她摇头，她说：“姐姐，月儿是咱们两个人的。”这话听着暖心，可实际上呢？这其实是最后一次股权确认。静妃是在求一个死后的名分，求甄嬛看在胧月的份上，能让她在皇陵里有个体面的位子，而甄嬛是在做最后的安抚，告诉这位老盟友，你这辈子的辛苦我领情，这孩子永远会记着你的好。这种在病榻前，在生死边缘还要进行的利益交换，才是这深宫里最赤裸裸的残酷。亲情在这里是用来给权力镶边的花边，是用来给余生买单的支票。胧月在那长街上走着，看着那一对对红灯笼挂起来，那是为了他的喜事。可他心里头清楚，这红灯笼照亮的不是他的幸福，而是这两个女人博弈后的和平奖章。她嫁的那个人是甄嬛挑的，是能稳固大清疆土的棋子。她的嫁妆是静妃攒了一辈子的私房，那是带血的恩情。她带走的是两个女人的希望，留下的是两宫寂寥的晚年。这就是权力的代价。你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尊荣，你就必须放弃那些个纯粹的、不掺杂杂质的欢喜。胧月在那一刻站在那高高的汉白玉台阶上回望，他瞧见的不是这紫禁城的辉煌，而是这一砖一瓦下埋着的那些个被时代、被权力、被母爱生生勒死的真性灵。到了这儿，您各位可能要叹气了，这孩子这辈子过得容易吗？从一出生就成了弃子，到了静妃怀里成了筹码，见了生母成了杀手锏，临了出嫁还要当那个平衡局势的砝码。可您换个角度想想，在这吃人的后宫，有多少格格是远嫁和亲、客死异乡的？有多少孩子是还没长大就夭折在那风寒暑湿或者是那见不得光的陷阱里的？胧月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极其体面。他用自己的端水艺术，给自己挣到了一个虽然不自由，但绝对安稳的终局。这在咱们老百姓的处世智慧里，这就叫知足。咱们活了大半辈子，谁还没受过点委屈？谁还没为了大局牺牲点自个儿？只要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只要临老了膝下还有个伴儿，那这温情里头带点残酷，也就认了吧。甄嬛在送走胧月的那天，独自登上了景山的最高处。她看着那远去的仪仗，像是一条红色的长龙消失在京城的烟尘里。她身边坐着的是成了皇太后的新妃，两人相视一笑，那笑容里全是劫后余生的庆幸。那一刻，她可能想起了当年的纯元，想起了那个被自己亲手送走的皇后，想起了死在自己怀里的果郡王。而胧月是他在这场漫长战争中唯一保全下来的最完美的作品。这个孩子继承了他所有的智慧，却没有他那么多破碎的心伤。这或许就是甄嬛能给胧月的最残酷也最温情的礼物，教他如何在这冷酷的世界里戴着面具，优雅而强悍地活下去。您各位瞧瞧，这《甄嬛传》讲到底讲的可不就是咱们这辈子的修行吗？咱们在单位，在家里，谁不是在这一步步的进退中熬出来的？胧月这孩子，他是用自己的童年和青春，给两个母亲换了一个体面的晚年，也给自己换了一个不败的江山。这种温情与残酷的交织，才是生活的真滋味。您说，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或者是你自己咬碎了牙，在那儿死撑着那个平衡罢了。这胧月公主的故事，
到这儿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却又透着凉气的句号。这一路走来，从认贼作父的尴尬，到那致命告发的惊魂，再到九连环碎裂的经验，最后到这离别前的全力重组，咱们看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